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公元2023年，人类终于回想起了手机应该有的模样，但万万没想到，完成这一超平衡壮举的，既不是什么紧跟苹果的10年一见，也不是啥画皮三星的小而美，反倒居然是争议不断的游戏手机。理论上，颜值这块甚至都不是它的主营业务。这哥们儿就是男生减速带强迫症治愈者、狂暴性能骇客、优雅的冷却艺术家、赛博美学巅峰代言人，当下手机中最有可能让你心如惊鸿、一眼误终身的恶魔之子，赤焰翻腾穿云端，是鎏金铁甲耀星辰，江湖贺号威震八方，烈酒浇头红魔酒。当然名头这种东西都不过只是过眼云烟，究竟是骡子是马？红魔酒 Pro Plus 今天且随我溜一溜。红魔9 Pro Plus 上手增加500毫安时电池，主板布局重构，配齐红外遥控与 NFC 的前提下，官方大小重量数据仍旧与前作几乎保持一致，甚至还轻了一颗。不过极致方正的身形、刚猛硬派的线条以及难以抑制的霸道气场，实际在手同样是熟悉的味道，非常的专里专气。加之本次彻底抹平主摄，双面如一，更没有常见的富贵包，触键仍需稍作适应。不过等顺过劲儿，你就会深切体会到专一的真谛。这玩意儿属实是非常治愈，无论放在哪儿，也无论怎么放，都规整纯粹的沁人心脾。相较之下，后座也就显得不值一提。何况整体大小其实也并未脱离正常范畴，实际参考 iQOO 12，长和宽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多了4个角。不过当然很多时候也正是因此而导致难以驾驭，但好在红魔9显然有所考量，一方面系统保留了全局单手模式，另一方面屏下指纹识别及按键均向机身中段靠拢，可以说不论你手大还是手小，握中间还是握下边，都尽可能的做到了兼顾。同时全部按键也调整到了单侧，单手操作左手右手都是一样的顺手。此时哥们就实现了4边有3边可以直立于桌面。倘若你喜欢棱角加持下的强烈存在感，那相信不论怎么抓握都几乎一样的红魔9一定会令你畅快无比。毕竟说到底，我就不信有谁能拒绝得了玩游戏时这逆天的零干扰。如果有，那么散热背夹可以直压主板，阁下又将如何应对？而且红魔背夹的话还并不会堵塞内置风道，依然能够实现双扇叠加，散热效率飞升。当然这么讲的话确实是有点太偏执，希望红魔能尽快出个适配版本，别浪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它这个背板也并非100%完全纯平，闪光灯位置有一个大概0.16毫米左右的凸起，算是唯一可以识别正反面的标识吧。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机会融合一个按键进去，作为内置风扇的硬件开关，或者切换性能模式，横屏游戏时就再好不过了。风扇灯效终于迎来升级，不再是固定颜色，设置中单独提供了大致56种灯光组合，同时整体比之前要亮得多。黑暗环境下侧边宛如投影仪，属于关灯躺床上玩手机可以大面积投射到天花板的范畴，尽显奢华。此外风扇转速提升10%，来到22000转每分钟，同时自身外壳完全金属化，一定程度提高导热能力。实测开启2档散热，灯光敞亮，平均功耗大致是0.34瓦，关闭灯光则仅为0.14瓦，暴降58.8%，所以知道为啥这么亮了吧？有意思的是，得益于更换为玻璃材质，本次渐渐也内置了 RGB 灯光同步背板，支持自定义，观感有些类似那种装在 EDC 上的穿管，当然灯光可能还是设置统一颜色会比较好，比如背板纹路的金黄色，这样整体感更强，也不会显得凌乱低龄。总体而言，个人觉得红魔本次颜值毫无疑问拿下历代最佳，几乎达成了科幻与精致的完美平衡。游戏手机做到摆哪儿都好看的份上，真的是无解的存在。甚至别说游戏手机了，这套东西倘若换个皮肤，就算索尼来了，恐怕也得抖3抖。所以你愿意给这个后智能手机时代唯一治好了富贵包的无死角男人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相较于 RGB， 这把键键最大提升主要还是手感，触控面积暴增90%，几乎翻倍，加之整体略微下沉，再结合灯光指示，都可以方便快速定位按键，彻底告别基本靠猜的局面。重点是不知道是否因为换成了玻璃材质，防水能力获得跨越式提升。实测当中指尖沾满水的情况下，零误触零连击，这把行了，可劲儿造吧！估计就算你的焊线天赋异禀，应该问题也不大。屏下摄像头像素排列来看似乎没什么变化，显示效果在复合调教、默认深色主题、外带特制状态栏与下拉菜单等等综合加持下，依然保持了出色的水准。不论日常使用、视频还是游戏等，均不受任何影响，除非抵近耐心的仔细观瞧，否则不可见。不过尤其显示灰色的时候嘛，你懂的，仍旧还是会看到它。前置摄像头未变，得益于算法升级，官方数据表示解析力提升30%，实测感觉上也确实有所长进，尽管还是会略显朦胧，高光时不时带点重影，但起码光线较好条件下看起来也不是不能用一用。2点建议，一个是室内使用，尤其视频通话一定要开灯，再一个是如果不是修仙之人，那么不管在哪儿用都不要直接怼到光源上挑战大逆光，不然拍出来总感觉会莫名多出几分神性。震动个人觉得差不多就是把之前的2颗揉到了一起，马达转为单颗0815超线性，实际感受来看，在比如按键反馈或者和平精英环境反馈中表现都还是可以的，整体调教也 OK。 不过要说打击感亮感就还是有点轻飘了，仍存提升空间。
全功能接口这个没啥悬念，属于红魔传统异能。如果追求投屏，就是安卓阵营不二之选。以前咱一起研究过，就不展开了。算术速度实测也绝对够用，按照最新标准，大概 USB 5的样子。立人双扬终于迎来完整对称，双115K 单元实测音量也的确基本一致，实际听感不像之前那么稀里哗啦的重金属了，有明显进步，立体声更加饱满。不过个人觉得实力仍旧并未完全发挥，主要可能是算法有待继续打磨。参考小米14 Pro， 朋友们简单感受下。本次红魔意外骚活之影像部分，哥们儿除了干平了，挪边上了，顺手还升级了。主摄5000万像素三星 Gen5 加入光学防抖，超广角变为同样5000万像素的三星 Gen1，200万像素微距得到保留。目前实际效果，个人认为虽比不了所谓影像旗舰，但绝对不能算仅限扫码。成像特点光线较好条件下，由于加入大量锐化，所以总体数码味浓重。同时，也许是为了强调宽容度，主打的就是个向右曝光。好处是甭管明暗的，总之细节全体都有。缺点是直出会显得太亮而泛白。当然，这倒也并不算过分，毕竟众所周知，拍得到才是首要原则嘛。不喜欢这么亮，手动曝光或者后期拉一下即可，然后看起来就表现的根本不像是游戏手机了。可以说，大部分一般机型还真就不见得肯定弄得过它。得益于像素升级，超广角可用性也获得了提升，成像风格大体与主摄相似。同时，由于本次算法带来的这个超级宽容度，我觉得直接怼太阳也问题不大。不论主摄还是超广角，均保有充分的后期空间。最可怕的是，以上仅仅只是开胃前菜，不同于常见的夜越黑越寂寞，这哥们是夜越黑他就越快乐，火力全开，并鄙夷的问到影像旗舰算个嘚儿，仿佛走错片场一样。夜视仪灵魂附体，哪个叫解析，什么他妈叫纯净？恶魔之子1.57英寸在线教你做宽容，生猛又汹涌，效果远超预期。优点：亮度爆表，暗部细节充沛，纯净度不俗。大光比下，门窗内景物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无一失手。缺点：灯牌灯箱有些过亮，拉不太回来。同时，整体锐化仍然非常多，数码味比较重。至于炫光，个人觉得这块玻璃背板还是保持了正常水准，除非夜间直接正面怼光源上，否则一般使用处在可接受范畴。京东方 Q9 Plus 加持下的6.8英寸第5代屏下超净全面屏，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名字？分辨率2480×1116，最高120赫兹刷新，960赫兹采样，2160赫兹调光，其中采样支持2000赫兹瞬时，肉眼观感和之前区别不大，没有显著问题，未见明显彩虹纹，可视角度也不错。只暗光下除了前摄，系统中的高斯模糊依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断层。另外，红魔本次也仍旧不支持后置光感。其他需要插一嘴的是，为了优化显示效果，开发者模式当中延续了之前的这一堆开关。如果到时候觉得桌面仿佛在掉帧，那就是由于环境光线暗，系统自动锁定60赫兹刷新了。到开发者中把智能切换关了即可。暗光灰阶即使120赫兹刷新下表现也可接受，均匀度好像受本身亮度影响更多一点，因为这个分布一会儿你会发现和实测亮度情况是对应的。蓝光没有问题，如果相较红魔8系还有一定提升。调光频闪可能是因为暗光下有了2160赫兹超高频，所以这把没有模拟低吸开关，不过总体护眼情况明显是更强了。亮度方面，手动平均在亮度587.7尼特，激发1022.6，整体相比之前有所提升，尤其全屏激发终于来到1000尼特以上，提升幅度大致25%，同时均量情况也得到了增强。不过毕竟没有提供类似市面的刷分模式，所以横向对比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亮，但绝对足够应对一般 HDR 观看，能够覆盖目前绝大部分场景。另外还有一点咱之前也试过，就是这哥们全家阳光下坚持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如果真到夏天高温环境，可能它这个激发亮度其实更具实际意义。色彩方面，首先这把思路对了，精简了色彩模式，起码比市面某些那种既做不好又舍不得干掉的烂摊子要清爽明确。后续默认鲜艳模式再加入相对完整的自适应就非常合理了。得益于此，数值上红魔彻底告别放飞自我，可以说整体都来到了合理范畴，令人欣慰。不过就是标准模式和柔和模式的色域覆盖都有些过窄，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触控采样，系统 UI 下为240赫兹，游戏当中王者荣耀为例，默认480赫兹，开启超高采样后是960，可柔度实测看起来和之前大概其差不多，不过得益于2000赫兹的瞬时采样，实际使用比之前会更加灵敏。
时间关系，跑分就不逐一展开了。总之，大概2点感受：一个是红魔似乎一改往昔对跑分的不屑一顾，本次应该是经过了一番调教，性能释放非常的猛。然后可能是因为系统优化，闪存效率数值上来看比以往都要更高，跑分调度的鸡血效应来到考级当中会更加明显到称之为毁天灭地都毫无夸大之意。所以为避免断章取义，还是得前置说明。这里一方面是为了试探极限能力，不论发生什么都并不意外，同时也不必感到焦虑，因为正常使用不会碰到。另一方面只是透一手散热系统，减小游戏实测时的误差。好了，朋友们坐稳扶好吧，感受位面之子的恐怖实力。这可能是截至目前安卓手机史上最为炸裂的一幕。3D Mark Wildlife 高水平烤机，不论是否开启风扇，红魔9 Pro Plus 都会发疯般的从头砍到尾， GPU 满血狂奔，全程维持超乎想象的极端暴力输出。开启内置风扇急速散热为例，整机平均功耗甚至逼近难以置信的13瓦，峰值更是足足干到了14.2瓦。此等噩梦压榨加深，平均帧率不动如山，笑碗狂澜。相较之下，常规旗舰代表当初的小米14 Pro 只能有如隔代插辈一般。不得不说，红魔滔天的杀气真的是百里开外都令人脊背生寒。关键以上还仅仅只是它的觉醒模式，并没有发动破坏神，你就说吓人不吓人？当然，搞到这个份上，最恐怖的肯定还是温度。25摄氏度室温下，关闭风扇，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直接捅破60，达到惊人的61.22摄氏度。开启风扇为58.64，下降2.58摄氏度，占比4.2%。考虑到毕竟是游走在承载极限边缘的暴力输出，以及令 GPU 超过100度的节点还有效推迟了2分钟以上，综合判断，个人觉得本次的小风扇是比以往更加有效的。至此，可能有同学觉得，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呢？用处就是我们了解了它的极限所在，周身5面能扛60，内部感顶110，整机几乎可以说是重新定义性能输出天花板的存在。假如手机是汽车的话，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到了车检所，好巧不巧发现这他妈是个暴力车检所，10款汽车9个爆，而你并不慌张，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因为你知道你将成为今天场上唯一不会爆缸的男人。车检所也将迎来生涯最大滑铁卢，只能眼睁睁目送你全虚全影的离开，这就是能扛能打的意义所在。游戏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后面可能会出现小米，但由于之前他家这玩意儿有点小 bug， 我还没来得及重测，所以如果有出现，大概看看就行，不用太当真。另外就是跑游戏的时候我忘记关风扇灯了，假如实在纠结，那看的时候你把红魔开风扇时的平均功耗减掉0.2瓦即可。最高画质120帧王者，关闭内置风扇状态，平均功耗3.38瓦，与小米14系列十分相近，不过绝对流畅度却要高得多。毕竟红魔9 Pro Plus 的1%low 都是满帧的存在，小米14 Pro 之前是109，而14则仅有89.3。温度方面，25摄氏度室温下，目前机身35到36，可以说几乎已经算是个极限值，除非手动制冷，否则大家的区别并不会很大。红魔开启风扇，内部温度虽然比小米14 Pro 低了4度，但对比自己则基本没变，不过周身平均还是下降了1.42摄氏度，比例3.9%。如果回顾采用8.2领先版的红魔 8S Pro Plus 历史，那么不论是否开启风扇，周身平均都是几乎一致，只内部温度大致可以低2到3度左右。60帧最高画质原神，周身只需40度满帧平汤没悬念。回顾历史数据，比以往都要更加流畅的基础上，开启内闪2档为例，总体相较8.2的红魔8系提升幅度非常可观，平均功耗下降17%，温度降幅最大的 CPU 更是直接暴降了8.3摄氏度。不过相较8.2领先版，总体幅度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当然，如果追求进一步的极致体验，毕竟这把背板存屏嘛，你也可以搞一波双扇叠加。实测使用红魔37 4 Pro， 周身平均将怼到只有33.92摄氏度，唯一能让你手机发热的只有你的体温。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后续固件更新，红魔也将开放 2K 1440P 甚至是 2K Plus 的1674P 画质，值得期待一波。最高画质星铁，虽然纯论平均帧率，若将 8S 系列放在这儿，完全可以刚一波，但结合温度、功耗、卡顿率等综合比较的话，提升幅度则属实超出预期，相当可观。有兴趣可以暂停瞧一瞧，我就不逐一展开了。系统方面，本次最直观的改善就是流畅度的提升，体验更贴近主流旗舰一些。然后终于有了多音量控制，可以单独为每个 APP 指定音量。至于桌面这个隐藏应用，现在也可以设置密码了，符合正常逻辑。另外就是同样有了大文件夹。游戏菜单变化不大，破坏神模式仍在，同时多了一个 AI 触发器以及抽卡辅助。前者类似按键精灵，只是这把可以通过识别图像来触发相应操作，比如检测到设置好的画面，连招、截图、录屏、自动点击或者播报文案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至于后者没啥可说的，其实就是个随机数生成器、虚拟骰子辅助抽卡决策。红魔机还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多了个超能壁纸，翻译过来就是能够互动的动态壁纸，可以是比如下100层的小游戏，也可以是敲一敲按键积攒赛博功德。另外它还单独弄了个桌面电子宠物，就是个非常迷你的小猫咪，目前支持一些简单互动。
最后，投玩 APP 以在下浅薄的认知，我觉得目前主要作用可能就是创造需求，精心的为它的每一个支持蓝牙连接的配件都做了 3D 模型展示，同时还描绘了一些组合场景。等你看多了，兴许爱屋及乌，就会多买几样吧。不过当然能有这么个东西将所有配件的设置整合到一起，使用角度来讲确实也比较方便，只是希望早日能够加入类似神光同步，毕竟每个配件几乎都有 RGB， 但目前仍得分开设置。其他提到 RGB 就忍不住得插一嘴，他家今年这个买做大送耳机的霓虹灯了，可能是红魔迄今为止出品过的灯光最亮的配件了吧。主打高颜值，附带 PC 以及 PlayStation 等设备多端连接，很有意思的小东西。默认音质听起来倾向低频多点，具体游戏当中也可以设置针对性 EQ。降噪方面，白噪音的效果相对会好些，比如散热风扇这类规律性的声音。至于随机噪音嘛，则中规中矩。颜值表现同样是搭配自家品牌手机效果最佳，实测低延迟模式，连接手机时耳机端可以做到约32毫秒，与官方宣称的28毫秒出入不大。不过当然，搭配手机自然还得算上手机的自身延迟。红魔9 Pro Plus 为例，全链估值为92毫秒左右。续航方面 ，Plus 版内建5500毫安时电池，增加10%，怎么都是更强一些，相信不会令你失望。至于 Pro 版的6500毫安时，就简直不敢想了，回头有机会一定搞来见识一下。充电方面 ，Pro Plus 延续165瓦快充，得益于实际平均功率怼到了历代最高的79瓦，所以尽管电池增加，但充电时间却能基本与前作持平，也就多了那么1分来钟。实测1%起充，5分钟充至44%，10分钟72%，充至100%介于16分半到17分钟之间，45入这里就算17了，完全充饱则需19分钟。总体看起来，好像红魔9 Pro Plus 比小米14系列都更有全面精进的感觉。除了性能与散热的提升等本质工作，一股脑的补齐或完善了几乎所有之前不周全之处。无死角、平整如一的颜值，估计更是令一众旗舰都忍不住祈祷：哥们儿，你可千万别换皮肤，给条活路。本次称之为现阶段游戏手机的毕业之作，恐怕也毫不为过。我现在好像能理解为什么败家之眼宣而不发了，这确实得先琢磨琢磨如何应对这货，毕竟所剩的空间是不多。如果你对影像与无线充电的执念其实也没那么深邃，独号生猛硬气，红魔9值得一瞧。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订阅、点赞、评论、收藏，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